底什么是 ESG？ 试着想象一下，你们班上有一位学生，他头脑聪明，成绩优良，长得又帅，拿第一名是他的家常便饭，但却常常和班上同学吵架，和老师顶嘴，目中无人，甚至和小混混称兄道弟，做出许多不正当的行为。上面说的这个人设，纵使他成绩优良，你还是想和这种人做朋友吗？而且这一位学生未来的发展，您又觉得如何呢？其实时下正夯的 ESG 有点像是教育界推行的五育并重，企业也应该在发展的同时照顾到环境、社会与公司治理。光这三大面向就又可以细分成许多主题。简单来说，如果公司只在意赚钱，却忽略员工健康，不注重环保，甚至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利润，那可绝对不是优良的永续企业。那 ESG 与 CSR 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 CSR 看成一个概念与规范，而 ESG 就是这个概念评比的方法与原则。以 MSCI 的评比项目举例来说， ESG 的三大面向可以分成10个主题，又再进一步拟出37个关键指标。这么详细的评分，完整地呈现了公司的健康程度。然而 ESG 从2009年开始发展，至今已经增加了300多间评比机构。每一家评比机构的标准又各不相同，有的注重环境指标，有的偏向社会责任或公司治理，但公司治理又很难数据化去评分。例如，我们可以测量用水量，知道这间公司的资源运用程度，却很难衡量这间公司有没有商业道德。总结来说，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， ESG 已经是全球趋势。例如台塑企业就宣布要在2050年朝向碳中和的目标前进，从2007年开始已经减少965万吨的碳排放。未来6氢台塑化的麦寮气电厂将用天然气取代煤炭。2025年台塑公司也不再提供制作一次性塑胶袋的原料。南亚公司1年回收将近87亿只的保特瓶制作环保原料。台化公司每月回收1250吨废弃渔网，生产新的尼龙原料，减少海洋废弃物。台塑企业更推动每一位员工购买电动机车补助，要全部员工一起减碳，打造幸福企业，并投入公益专案，关怀社会的长辈、收容人、身心障碍者、运动员、妇女及儿少，将关怀的触角深入每一个需要的角落。21世纪的企业，赚不赚钱已经不是唯一目标，如何照顾环境、回馈社会、用心管理，才能建立好的企业声誉，获得消费者的信任，广纳更多人才，进一步成为人人都爱的永续企业。